52天，74個產品發布。這不是某個創業公司融資後畫的路線圖，這是 Anthropic 從今年2月1號到3月24號真實落地的發貨記錄。有人專門去追蹤了他們工程團隊在 X 上的每一條發布動態，逐個標注日期、功能、負責團隊，畫出了一張完整的發貨日曆。最後數了一下，74項，平均每天1.4個功能上線。但今天我想聊的不是這些功能具體是什麼，我想聊的是這種速度本身意味着什麼，以及為什麼這可能是 AI 競爭進入下半場的標誌。先說一個直觀的感受，這74項發布不是一個團隊加班加出來的，他們分布在4條完全不同的產品線上。Claude Code 也就是面向開發者的編碼工具，28項更新 ，API 和基礎設施18項 ，Cowork 桌面自動化15項，模型和核心平台13項。而且這4條線沒有互相等待。2月5號，旗艦模型 Opus 4.6 發布的同一天 ，Claude Code 同時上線了 Agent Teams 和調試技能。3月7號，Claude Code 一天連發3個重要功能，包括讓 AI 持續循環3天自動修 bug 的 loop。而同一天，企業市場也在另一條線上開放了，每周至少10個功能落地，有些周超過15個。這種節奏在 AI 行業裡幾乎沒有先例。OpenAI 的發布節奏更集中在幾次大型發布會上 ，Google DeepMind 的更新重心在模型層，而 Anthropic 正在做的是把模型、工具、桌面應用、企業配置和開放生態同時往前推。我們先看變化最大的一條線 ，Claude Code 在這52天裡更新了28次。如果你一直在用，你會發現它的定位已經完全變了。2月初還是在補基礎體驗、團隊協作、代碼洞察、上下文回退這些，但到了2月中旬，它開始往自主執行的方向走。Agent Teams 讓一個主代理可以拆任務給多個子代理並行處理，一個叫 Dangerously Skip Permissions 的標誌，讓它在可信環境下可以完全自主運行，不再需要逐步審批。2月下旬到3月初，擴展體系成型了，本地插件安裝、技能市場同步。HTTP Hooks 接入外部系統 Claude Code 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態結構，然後3月中旬是真正的質變 Loop 發布，它可以在最長3天的時間窗口內持續循環運行，自動修復構建失敗，處理 PR 評論，啟動新的分支去改代碼。Code Review 上線 ，PR 一開，多個 AI 代理自動從不同角度並行審查這條消息，在 X 上拿到了2300萬次瀏覽。3月13號。100萬 token 上下文正式免費開放 ，Opus EM 成了 Claude Code 的默認模型。同一天，手機端可以直接生成新的編碼繪畫，再加上2月24號上線的 Remote Control， 你出門遛狗 ，Claude 在後台繼續寫代碼，你用手機隨時審查和介入。把這些串起來看 ，Claude Code 已經不是幫你寫代碼的 AI 助手了，它更像一套開發者操作系統的雛形，有自己的技能庫、插件市場。並行代理能力、長時運行機制和遠程控制界面，而且 Anthropic 在3月的合作夥伴峰會上披露了一個數字 ，Claude Code 的年化收入已經超過25億美元，比年初翻了1倍，企業使用占了收入的1半以上。Claude Code 面向開發者，但 Anthropic 同時在推一條面向所有知識工作者的產品線，而且節奏一樣快。Cowork 從2月初開始瘋狂接入 Gmail。Google Calendar、Google Drive、Slack、Windows 版發布和 Mac 完全對齊。2月19號 ，Claude 進入了 PowerPoint。3月11號 ，Excel 和 PowerPoint 實現了雙向同步。你在表格裡整理數據 ，Claude 自動把上下文帶到幻燈片裡，不用重複解釋。但真正的轉折是3月17號的 Dispatch。這是一個持久化的代理線程，它在你電腦上一直運行，你關掉桌面應用它也不停，你可以從手機上給它派任務。6天後 Computer Use 上線 ，Claude 可以操控你的桌面，點擊、輸入、滾動、截屏，直接操作那些沒有 API 的軟件。2個功能加在一起意味着什麼？你在手機上說一句，幫我把那個老系統裡的銷售數據拉出來，整理成表格。Claude 回到桌面，自己打開軟件，自己操作界面。自己完成任務，它未必每次都完美，但方向已經很明確。AI 能操作的範圍正在從有 API 的世界擴展到有界面的世界。這52天，模型只更新了2次，但每次都直接改變了上層產品能做什麼。2月5號 ，Opus 4.6 發布，
關鍵數據：100萬 token 上下文，14.5小時，任務持續窗口，所有前沿模型裡最長，長上下文記憶準確率78.3%，GPT 5.4是36.6%，Gemini 3.1 Pro 是18.3%。2月17号 ，Sonnet 4.6 发布，比上一代快30%到50%，價格更低。早期用戶對比上一代旗艦 Opus 4.5%，59%的場景選了 Sonnet 4.6，兩個模型分工很清楚。Opus 稱天花板，給 Agent Teams、Loop、Code Review 這些重度功能提供底座。Sonnet 鋪量讓日常工作流和普通用戶都能用上足夠好的模型。3月13號，100萬上下文正式免費，90萬 token 的請求和9000 token 的請求一個價。有公司反饋說，上下文從20萬拉到50萬後，總消耗反而降了，因為模型不用反覆重讀之前的內容了。光看功能，像是工程团隊在拼命發貨，但放到商業語境裡，每一步都指向同一個目標。Anthropic 2月披露了300億美元的 G 輪融資，估值3800億，投資人包括微軟和英偉達，年化收入140億美元，過去3年年增長10倍。年消費超過100萬美元的客戶超過500家。CEO Dario Amodei 直接說了一句話 ：Anthropic 主要是一家企業公司，不是消費公司。3月合作夥伴峰會上，他們宣布投入1億美元建立 Cloud Partner Network。合作夥伴包括 Accenture， 承諾3萬人接入 Claude Cognizant， 最多35萬人。同期推出架構師認證考試，還給合作夥伴配了一套遺留代碼遷移工具包。Excel 和 PowerPoint 插件接入了3大雲平台的 LLM Gateway， 也就是說 AWS、Google Cloud 和微軟的企業客戶都可以通過自己的雲渠道用 Claude 辦公插件。這意味着 Claude 不只走自己的銷售渠道，它在借3家雲巨頭的管道滲透、認證、合作夥伴、網絡、渠道、合規方案、採購簡化。這不是模型公司的做法，這是平台公司的做法。最後說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，Anthropic 的工程團隊內部已經把 Claude Code 當成主要開發工具了，他們在用自己的產品開發自己的產品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每次 Claude Code 變強，下一輪產品開發就更快，更好的工具帶來更快的開發，更快的開發帶來更多的發布，更多的發布讓工具更好。這不是線性進步，這是飛輪。52天74項發布，而且質量沒有失控。Code Review 那條推文2300萬瀏覽 ，Computer Use 發布當天2600萬瀏覽。這種持續輸出能力很難僅靠人力堆積實現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Anthropic 把 Claude for Open Source、Skills 開源、MCP 協議開放這些動作放在同一時間窗口。當內部飛輪運轉起來後，下一步自然是把外部開發者拉進來，讓他們圍繞 Claude 沉澱自己的工具和流程。一旦社區開始在 Claude 生態裡積累資產，自定義 Skills、Cloud、MD 模板、Hooks 配置、MCP 連接器切換成本就會迅速上升。單個功能都可以抄。28項 Claude Code 更新的 feature 列表，技術上沒有哪個是不可複製的。但4條產品線同時以這個密度出貨的組織能力，內部工具自舉的飛輪效應，正在成型的開發者和企業生態鎖定，這些加在一起構成的是系統性優勢，不是單點優勢。所以回到開頭的問題，這52天到底改變了什麼？答案可能不是某一個具體功能，答案是 AI 競爭的核心指標正在從誰的模型更聰明，變成誰能最快把模型變成產品，把產品變成平台，再讓平台加速下一輪模型。Anthropic 剛用52天演示了一遍這個循環長什麼樣。如果你覺得這期內容有價值，點個讚，點個關注。我們下期繼續拆解 AI 行業裡真正值得關注的結構性變化。